欢迎持续锁定新闻大白话，我是黄韵晨。首先来为您介绍这一节国际话题的来宾，第一位是我们的资深媒体人董志森，是大家好；还有我们的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前海军舰长吕礼诗。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我们来看到现在委内瑞拉的情势到底是如何呢？川普称啊，美国接下来呢要去接管委内瑞拉数年，而且他不排除要亲赴当地啊。他说呢，现在呢委内瑞拉临时政府正在向美国提供我们认为一切必要的东西，而且未来我不排除去造访委内瑞拉。而现在呢，马杜罗才刚被抓哦，结果呢委内瑞拉就宣布要释放大量的囚犯啊、政治犯。好，现在呢传出呢，就是美国的官员呢积极在协助在委内瑞拉建立临时过渡政府，并且提出了要求，就是要释放政治犯。但是啊，委内瑞拉美国去攻击委内瑞拉，去这个占领委内瑞拉，这个是美国政府内部也有反对的声音哦。尤其是参议院呢，现在已经表决通过了，说要限制川普对委内瑞拉再度动武。这个是8日的时候，在参议院呢，就连共和党议员也有5名自己跑票哈。此举呢，就被视为是国会试图要收回部分战争的权利。而现在委内瑞拉的代理总统呢，他也去拉外部的支援啦，尤其是中国，他就特别去会晤这个中国的大使，说呢非常感谢中国谴责美国的侵略行径，好，并且呢他也说了哈，这个感谢中国谴责美国强行控制这个马杜罗总统还有妻子的侵略行径，并且呢，这个中国大陆的商务部呢，也没有在管理美国有没有要去接管委内瑞拉，他还是要继续深化跟中委双边的经贸关系。那么，为什么川普要一直去砸这个委内瑞拉的算盘呢？是不是不止石油啊？美媒就揭露了，川普政府正在制定一个大计划，他的计划是要整个西半球的石油都要控制。好，《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呢，川普呢正在图谋让美国控制西半球绝大部分的石油储量。他的目标呢，也包括了将中俄排除在委内瑞拉之外，降低美国消费者的能源价格。同时呢，他还有一个更大的阴谋，那就是推行近岸制造策略。什么是近岸制造策略啊？就是呢，要让这个制造业呢能够转移到美国它所能够覆盖的拉美地区。那这样子就不用担心说我的国际供应链被中国给绑架啦，它就可以自己呢有比较稳定的供应链了。甚至呢，这个美国的能源部长也说了，说呢，他这个美中呢可能在委内瑞拉实现这个平衡和合作，但是啊，美国是绝对不允许中国对委内瑞拉拥有主要的控制权。就是因为呢，委内瑞拉实在是太多的石油资源了，但是现在啊，委内瑞拉呢，它的石油被这个美国给绑住了，那中国怎么办呢？中国的炼油商呢就把目标给投向价格更高的替代来源，那就是加拿大的油砂原油了。那这类的原油蒸馏之后呢，能够产出大量的沥青等石油产品。而且其实啊，他们自2024年呢就已经在这个跨山输油管成功扩建以来，加拿大对中国的石油输送量呢是一直在增加的。从通往太平洋的唯一原油管道输送的原油中呢，有64%都是流向中国。也就是说啊，你委内瑞拉想要完全的跟中国这个切割的话呢，它还是有其他办法可以取得它要的能源的这个资源的。好，另外来看到啊，这个美国呢，它一直在独断其身，是好像做什么就做什么。现在呢，他连这个联合国的会费也不缴，结果联合国怎么样呢？他就去警告美国了，说如果你继续再拖欠会费的话，可能就会在某个时候失去联合国大会的投票权。但是你川普会担心我没有投票权吗？看起来好像不是这么回事哈。我们先来请教赖岳谦教授。美国的国会啊，对于川普侵犯啊这个委内瑞拉，并不是针对于美国川普侵犯委内瑞拉这件事，而是针对于美国的总统这个侵犯了美国国会的权责也就是说他的权责被侵犯了，他有意见，因为你要事先通知我你要做什么样的军事行动，
然后你第二个，如果你要发动战争或是重大的军事行动，你要经过我批准。所以美国的国会他是感觉到他的职权被侵犯啊，跟美国侵不侵犯委内瑞拉没关系啊。我想这个我们要把它分开来看才是合理的啊。当然，因为川普侵犯委内瑞拉，逮捕绑架委内瑞拉的总统，这是违反美国的国内法，违反美国的宪法，也违反联合国宪章，也违反国际法。那这样的话，就提供美国的国会民主党跟共和党的部分的这个议员有更多的正当性，所以美国的国会议员他当然可以通过，或者是给这个川普足够的压力，是因为他具有更大的正当性，他会使这些共和党的这些美国的参众两院的国会议员，他如果有点良知，有一点道德良心，有一点就是说羞耻心，他可能就不会以政党利益为主了，而要考虑到美国的国家利益了，所以他才可能投给这个在野党，然后来对于川普产生足够的压力。不然的话，如果你想，美国的国会被侵犯，但是呢，如果这个事情没有足够的正当性或者国际的正义性，那美国的共和党的议员当然就不会把票给这个民主党嘛。那民主党要谴责或者限缩美国总统就不可能了。这样我想这样分析，观众朋友就理解了啊。所以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也就是两个条件都吻合了，那美国的国会它的在野党就能够产生足够的力量。这个前提还在于美国的执政党内还是有一些国会议员，他有道德、有良心，不以政党利益为主，也不因政党利益跟个人的利益而牺牲国家的利益。这个是很重要的，因为有些地方啊，他们会因为党派颜色的问题，他就抛弃了他的道德良知，抛弃了他的良心。这我们在很多地方都看得到啊。好，再来谈到了美国川普，他认为他现在能够有效的治理了委内瑞拉，想得太美了，对，想得太简单了。为什么？你到目前为止你是隔空治理啊，隔空。但是我们看到委内瑞拉现在的这个政府代行总统，他本身还是按照他的节奏做事，而委内瑞拉很快的恢复了政治秩序、社会秩序。这代表什么？委内瑞拉的政府、他的军队、他的警察还是有效能的控制住整个委内瑞拉，而这个军队、这个警察跟这个政府还是属于马杜罗的党派所掌控。那川普说他都已经要按照我的命令来行事了，这个有待考验哦，因为目前观察看来不是这样啊。例如说，他们对于马杜罗，他们还是认为他们是永久的总统，所以他只要一回来，他们这个代理总统位置就会让开。第二个，他们认为为马杜罗而牺牲生命的是烈士，是英雄，所以他们降半旗，然后哀悼7天。然后你也看到了，他们到目前为止，他们虽然释放了囚犯，可是问题是对于川普来说，川普在埋怨，他说：“你委内瑞拉，你都把监狱的犯人放了，放了以后，他们就跑到我美国来，然后你监狱空了，你再去抓人。”抓了以后，你就要把他放了，他又爬到我们美国来。他说这种事没有发生在中国大陆身上，只发生在我美国啊，所以我当然要对委内瑞拉下手啊。你可以看到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哦。好，那另外一个部分里面，委内瑞拉它本身目前在大肆的搜捕叛徒，那我们就问他的叛徒定义是谁？是在野党、是反对党还是谁？因为只要提供给美国情报资料的都是叛徒，那很有可能都是这个在野党或者反对党啊。那所以被逮捕的难道不会是在野党是反对党吗？最后一个我们看到的那是什么呢？好，他说这个石油掌控在他手中，可是我们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看到啊，这个委内瑞拉的石油开始往美国这边运，还没有。他说你要给我，他说这个临时政府也答应要给我。但是还没有看到开始往后运，可是问题是在于说，如果委内瑞拉的人民没有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那他的人民还是会把这个被扶持或者傀儡政府推翻呢？因为他如果过得比以前更穷、更苦，他还是要推翻。所以你美国你必须要想办法
让委内瑞拉赚到钱，然后让这个钱能够分配给每个老百姓，不然的话，他们还是会再度的表达他们的意见。所以我觉得要治理委内瑞拉，没有川普想的那么简单，更何况他想要把制造业移到中美洲、南美洲的话，麻烦你川普先把中美洲、南美洲跟你美国本土的基础设施做好。你没有做好之前，没有人会想把这些工业移到这些国家来做生产制造，满足你的生产供应链。所以川普真的是想得太简单了。好，我们请教董哥。所以事情到现在大家都已经看清楚，川普讲了半天就是为了石油，所有的做法就是为了美国自己的利益，甚至川普个人的利益嘛。那大家看到了他除了对马杜罗这样下手之外，他还希望把这个国家能够由他来完全来主导，全部听他的话。那大家看了，其实美国在川普第一任那时候就规划要从阿富汗撤军，阿富汗美国占领20年，也没有改变阿富汗你占领他20年没有改变阿富汗，最后落得匆匆忙忙，然后大家赶快撤军大家看到就是那一幕，那是拜登政府时代最难堪的一个局面，所有美国人都觉得很不可思议，美国这么强大，竟然对神胁侍是这种态度他如果再去对委内瑞拉也是这样的话，他的下场绝对是一模一样因为美国都认为说自己是全世界最好的一个政治体制，大家都要学他，那不是各个国家有各个国家的情况，但是我觉得川普在这方面很自大。可是我们也知道，今年美国集中选举以后，他一定会遭到前所未有的挫败。虽然他在参议院跟众议院共和党都拿下来了，可是并没有让所有的国会议员大家都挺他。为什么？因为你川普不连任，我们要连任那大家看到跑票，你也不什么奇怪。虽然川普刚当选的时候非常强势，很多没有顺服他的共和党议员都被他制裁可是我们看到很多人慢慢的发现，你的民调在往下掉嘛。那何况明天最高法院的大法官会做出怎么样的裁决？其实现在当美国的国会议员是非常窝囊的，所有的权力总统都把你一把抓，对不对？不鸟你。是在宪法里面关税就是议员在管的，怎么会是你总统每天讲东讲西那你总统要发动战争，也要国会议员同意，你也没有，所以你现在把议员把它做得让我们议员的那个权力就变得很小，然后随便都是你总统在发号施令，那这个政治上不可能是让你这样玩到底的吧？何况你只能当这一任，你不能当下一任嘛。那我们其实可以看到了，川普在这次马杜罗事件，他显然觉得自己非常得意，可是他也真正的从川普上任已经快1年。他是1月20号上任嘛，那大家可以看到，现在所有的盟国对他都非常的不信任，那所以你今天看到的情况，譬如说现在欧盟最主要领袖是马克龙，过去是梅克尔，马克龙今天有对他发出非常强烈的批评他说其实我们现在看到世界上这种强权即公理他就在讲，那现在这种是一个怎么样新殖民主义。新帝国主义通通出现了在马克龙今天他把所有驻法国的大使都把他集合起来，然后跟他们参叙，跟他们讲话。他讲说现在全世界的最违禁的就是这样讲的，就是美国，就是川普嘛。那你所有这些动作的话，你简直在破坏整个世界的一个稳定。然后他也公开讲，美国正在背弃他的盟友背弃他的盟友，这是很清楚的。所以背弃盟友，联合国这些很多那个都要退出。美国过去常常跟台湾保证，帮台湾加入很多国际组织，结果还没加入，他自己就通通退出了。川普1066个，对，那你还帮我们加入这些什么组织？你自己都退出了，所以都在骗美国就是一个骗子。就是一群流氓，一个土匪。川普真的算得很精，他退出之外呢，他还不想缴会费。好，我们请教舰长。如果我们从国际关系的许多理论来看的话，其实他们对于国际社会都有一个定义，也就是一个无政府状态。所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了国际联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成立了联合国。可是每一次，无论是国际联盟或者现在的联合国，
毁在哪些国家手上？都是在霸权手上。那这一次我们也就是亲身经历了，眼睁睁的看着委内瑞拉它是这样被入侵的。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多少个国家愿意为委内瑞拉直接挺身而出呢？我们看到的是中国大陆常驻联合国代表的一个代办孙磊大使，他讲了4个严重违反主权平等原则，严重违反不干涉内政原则，严重违反和平解决国际争端原则，严重违反在国际关系中不得使用武力原则。我们讲的这4个完全都是在联合国宪章里面所规定的内容。那也就是现在川普的一切所作所为，等于就像我们讲到说66个这个国际组织他退出一样，他基本上来讲，也就是要将这个国际社会重回到一个无政府状态。那我们讲到说有关于委内瑞拉的原油的部分啊，其实现在没有，但是呢马上就会有，也就是马上就会他们不是把之前的贝拉1号现在扣押了吗？他为什么要扣押？因为美国造不出船来啊，那他需要把这些原油从委内瑞拉运回来，难道这么廉价吗？对，贝拉1号就来了，也就是他把这些船用各种的名义，用他各种的国内法，推动这一个常备管辖之后，它就变成美国的船了。然后当然了，我们看到这么多的石油公司一定很愿意帮川普行事。那另外我们看到在这个以前叫墨西哥湾，现在美国湾，其实以这一个以它有这么多的，其实它专门炼解的也就是这种种植燃油。可是我们要特别注意的是什么？我们要注意的也就是美国的国家安全战略，其实它早就已经提出这些，只是我们没有仔细看了。也就是它的确的，它要加强它的海岸防卫队以及海军的力量，然后它的供应链其实要改成有关于近岸供应链，也就是在美国附近的这些国家，通通要变成它供应链的一份子，而不再是像以前长链，就是从太平洋的西端，也就是从中国大陆这边运到美国，或者是运到墨西哥再行重组。没有，以后直接就是我们讲到有关于拉丁美洲以及的部分，或者是现在还不听话的加拿大重新组合。不过我们这样讲啊，我们看到这里啊，美国是不是做了类似的这个军事行为？的确是，他把以前的这个北方司令部跟南方司令部，也就是在美洲的部分，现在全部变成美国司令部。但是我们看看这些有多惨啊！这些拉丁美洲国家，我们看到被军事入侵1次的黄色，2次的红色，3次的紫色，委内瑞拉就是那个紫色。好，川普真的是不只是想要对这个拉丁美洲来进行这个近岸的供应链，那现在呢，他也把这个目标放到了格陵兰，而且呢，他想要用买的，怎么买呢？每个人去普发315万元，来说服格陵兰人去加入美国。那这样子的诱因，你会接受吗？那是为什么这个他一定要买下格陵兰呢？纽时就质疑必要性啦，因为他说呢，美国跟丹麦早就签下了防卫协定啊，就是允许美国在格陵兰去架设、维护还有运作军事基地，甚至也可以去派遣人员控制船舰、飞机、水上飞行器等等的。为什么一定要买呢？但是川普他是一个房地产王嘛，他就认为说买跟租不一样，他坚持一定要拥有这个格陵兰。好，除此之外呢，专家也示警了。好，除了委内瑞拉还有格陵兰，下一个恐怕就是加拿大了。还说啊，如果你认为美国不会对加拿大来列入入侵目标，那就大错特错了。川普根本不把加拿大的主权当一回事。不过你要买下加拿大，这个钱可就很多了。那你不想花钱的话，那你军事力量就要提升了嘛。但是现在美军的产能恐怕是出了问题哦，而且川普非常的生气，他就
怒轰美国的军工企业装备做得太慢了，而且他点名了美国雷神。他说呢，他们在回应军方需求方面是最不积极的，速度最慢的，但是他却在鼓励分配还有库藏股回购上面是最为激进的，都把资金用在于取悦股东了啦，而不是去投入军事生产力。另外呢，川普要推动美国的造船业复苏，但是现在产能出现了瓶颈了。我们知道呢，这个韩国的韩华海洋收购了费城造船厂，但是呢，因为它的需求超过了生产能力，目前呢，2个码头似乎是不足以供应这个需求，因为现在费城的工厂呢，已经有近20艘的船只订单了，明显呢是造不出来啦。而看到中国大陆方面呢，他们的这个军武呢也是开枝散叶，像是这个歼35呢，它改进型的新机呢是首飞，而且它是架设了这个空中加油口，而且产量呢有近100架。好，来看到呢，它这个是绿皮机哦，它是以绿色的底漆外观亮相，机身折叠翼盖板，而且2段式的后缘襟翼。那么这个歼35呢，它的背部似乎是设有这个空中加油口的。这是过去没有的，就是可以在空中加油速度快，而且呢，一旦投入生产的话，每年可以达到10到100架哈。而另外来看到呢，巴基斯坦呢也正在跟就是沙烏地阿拉伯谈判呢，要20亿美元的贷款转换成这个枭龙战斗机的交易。这个枭龙战斗机呢，也是这个巴基斯坦跟中国大陆一起来共同开发的哈。所以现在呢，不只是巴基斯坦呢。巴基斯坦也要不只是这个沙烏地阿拉伯啊，它也要向孟加拉来贩售这个枭龙战斗机，而且呢还要提供它长期的培训，还有长期的支持体系。而另外来看到呢，在南非的部分哈，金砖呢要在南非来举行军演了，而且呢，中国跟伊朗已经抵达，而俄罗斯也将加入。这一次呢，是由中国大陆来进行主导的。好，南非此次接待被美国视为对手的国家来进行海军演习，可能会再一次的引发川普不满。我们知道之前川普才跟南非当局杠上嘛，甚至呢还把这个南非的驻美大使给逐出去，甚至是对南非的产品征收30%的高额关税。现在啊，他直接跟这个美国的最大对手俄国啊，还有这个中国来进行军演。好，这个是有没有可能呢，让川普呢再度生气呢？我们来请教赖教授。美国的建国史啊，教导美国人说，他的领土的获得有好几种方式啊。因为我们都知道，美国原本独立的时候就有13州，后来扩大到50州，它有几种方式。第一个是从原住民的手中抢过来。那这个杀戮了很多的原住民，杀了不计其数啊，几乎进行了种族灭绝啊。也就是说，美国原来生存在美洲大陆的这些原住民，很大的一部分都被种族灭绝杀光了啊。那到现在所剩无几，这是一种方式。另外一种方式呢，就是打仗抢过来啊，跟墨西哥打仗，打赢了就抢啊。还有一种方式是用买过来的啊，例如说路易斯安那州。啊，从法国的拿破仑政权这边买过来，花了多少钱呢？1500万美元啊，买下路易斯安那州。也有是很和平的买下来，像跟沙皇时代的这个阿拉斯加这一大片的土地，就是沙皇主动跟美国协调啊，要卖给美国。那美国从这个以70万加20万的中介费啊，就是我们讲的法律顾问费。买下了就是90万美元，买下了阿拉斯加这块地。那么也有的另外一种就是海外抢占，就是夏威夷了。因为夏威夷本来有一个夏威夷王国，它是独立王国，那就被美国硬生生的抢走了啊。也就是说，美国今天的国土面积有到50州，它最主要的是经过这几种方式：杀戮、抢、打仗、买啊，这各种方式把这个国土面积获得。所以它的政治人物里面。从立国以来到现在，他们的思想中，他看到哪一块土地他有兴趣，他就会去思考：我有力量我就抢，我没有力量我就建立傀儡政权啊。例如说，您刚刚谈到了，我们在上一节里面，他对阿富汗有兴趣，他就把阿富汗的政府推翻，建立傀儡政权。但是没想到那个栽了一个跟斗啊。然后他对伊拉克有兴趣，他就炮制一个假的这个肥皂粉。在联合国里面制造谣言，
就把海珊杀了，就建立一个傀儡政权。结果没想到也栽了一个跟斗。那现在要从委内瑞拉嘛，好，最近我个人认为，这个对于川普来说，他要当一个美国历史上留名的一个伟大的总统。因为他跟林肯的差别在哪里？阿拉斯加是在林肯当总统的时候开始谈的，但是后来内战嘛，这个谈判就停了。内战结束以后，林肯被暗杀，所以不是在林肯任内完成，而是林肯的国务卿一直到林肯过世以后，他继续完成。可是对川普来讲，他认为他是一个天选之人，他跟林肯有异曲同工之妙，都被暗杀，但是林肯就差那么一点点就走了，而他差那么一点点活下来了，所以这是上帝的恩典。其实这是错误解读啊。然后他认为他有使命，要让他在剩余的岁月中完成上天，这是我自己加的哦，我再强调，这是我自己加的，完成上天给他的使命，这是对基督徒的不敬啊！我自己也是基督徒，但是我个人认为，川普这样做法为什么会引起整个欧洲他的盟友的这种强烈的不满，就是因为很明显的他真的是要格陵兰。那他要格陵兰，我个人认为他的手段很多种，那军队威胁一定会有。所以他的军队会慢慢的加驻在这个合法的军事基地上，他可以合法的把他的军队一直派过去，那么越来越多的军队就会给丹麦跟格陵兰人越来越大的压力。第二个 ，CIA 开始策动内部的人对丹麦政府的不满跟当地人的不满。例如说，我们已经看到了，昨天格陵兰有一位议员就跳出来了，说你丹麦人对我们格陵兰人歧视。你认为有危机的时候，你竟然没有邀请我们格陵兰人去参加你的危机会议，这是对格陵兰人的鄙视。你看，这是一种开始在搞独立，开始在散播挑拨格陵兰跟丹麦之间的关系。第三种就是笼络了，就是我告诉你，格陵兰人每一个人10万块，我给你买下来。那他其实是在间接告诉丹麦，愿意的话100亿买下来，不愿意的话我就55亿买下来。你自己算算看，你要拿100亿，还是我55亿给丹麦人，他们给格陵兰人，他们拿走以后，他们就宣布独立，然后再并入我这一州，55亿划算啊！果然是房地产大亨啊，用这个房地产的思维去买格陵兰就对了。我们请教舰长。其实我们看到解放军研发它的这些装备，其实从去年一直到今年，一直是目不暇接。因为最重要的是，第14-5计划已经收官，然后从今年开始就是15-5计划。现在大家比较重视的也就是我们看到歼35的这个绿皮机出现了。为什么是绿色的？其实以前是黄皮机。那它这一种保护漆的这种涂覆最重要的也就是抗腐蚀以及防锈的功能。可是这中间为什么被一个黄色框框圈住？因为这是完全不同的一种空中加油模式，它是飞横式的一种加油，也就是跟我们看到美国一样，它其实就是那种硬管式的这种硬式加油模式，一根加油管直接加进去。以前解放军用的都是浮锚式，也就是像是一个救生圈一样打开来，然后它加油口打开来之后就慢慢结合这样的加油。那这代表的意涵就表示其实这种飞横式的加油，其实它加油的速度非常快，比浮锚加油来得快。不过它现在我们只看到了售油机的部分，加油机我们还没有看到相关的它的装备的展出。那至于说有关于格陵兰的部分我们看到路透社的报道讲得非常清楚其实众多的方案之中呢，其中包括可动用美国军队，但是最重要的也就是每个人可以拿到10万块美金的一个支付方案了。所以这个对于格陵兰人来讲这是一大诱因。所以美国，大家以为美国都靠的是子弹吗？美国通常靠的是银弹那这是我们讲格陵兰
其实，在委内瑞拉也是如此啊。那个我们讲到的 Sky News， 他就谈到为什么这一次委内瑞拉的总统马杜罗根本就好像没有那个打出一发弹药，其实有了，那但是呢，很容易的就已经被逮捕，因为是协议性的撤退啊，也就是很多人拿到钱了。那至于说我们讲到有关于格陵兰的重要性啊，川普告诉我们的都是，哎呀，你看啊，有关于航道这个在加拿大北方的啊西北航道，你看多重要啊！这个可以说对于美国来讲是重中之重，而且呢，我们看到刚刚发布的2025的这个中国军力报告，你看格陵兰是我红框画的这边，他说如果从中国大陆发射飞弹一定到美国，一定会先飞过格陵兰，你看多重要啊！但是这些都是假的，最重要的是稀土啊，稀土才是重中之重。不过，川普通常习惯声东击西，当他在讲格陵兰的时候，真正中奖的不一定是格陵兰，可能是古巴啊。为什么？因为他的重兵现在通通压在加勒比海，但是我们看看古巴内部的情势，其实非常的糟，除了一天到晚停电，因为他的之前发电的油都来自于委内瑞拉，现在断供了。那你看看它的 GDP 已经严重的那个下降，然后但是它的币值不断的贬值，所以我们讲到说，川普他会不会部队在还没有离开那个加勒比海之前呢，顺便把古巴也收拾了一次？我们继续观察。哇，川普这个声东击西真的是藏好深。我们来请教董哥。对啊，大家其实可以看到哈，那川普这样的策略啊，他其实各个方面都兼顾到，他只要好处就好，可以不择手段哈。所以啊，大家看到马杜罗被抓啊，影响了古巴，像小店长所讲的，那其实马杜罗他们委内瑞拉最重要就是石油而已嘛，他出口90%几都是靠石油，好，那很多是卖给中国大陆，所以这个也可以影响到中国大陆的啊。那可以看到了，他是一石多鸟。所以我们上一节提到了说，他这样的做法哈，就好像有美国的媒体报道说，这叫做近岸制造啊，就是说这些制造的东西都在我美国旁边的这些国家。刚刚赖老师就在讲他，就你自己还要把自己国内自己的制造业把它弄好。美国那制造业是很糟糕的，对，我们台积电吃足了苦头被他骗过去，然后所有东西到最后那些工人去告台积电，还去控告，那走到司法这一步就很大家都觉得非常讨厌。那其实过去美国是有案外包啊，就是把一些跟他们比较民主理念或什么商业利益相近的这些国家叫做有朋友的友。那后来现在发现这些通通不行了。现在就开始采取掠夺了，就最原始的方式。那当然了，大家知道格陵兰除了稀土，因为上次川普，他一直急着跟习近平要打那个电话，其实最主要就是稀土。那时候稀土被中国大陆卡住脖子以后，他国内很多汽车啦、或军事啦、飞机啊什么都已经动弹不得了。那这种苦头，现在最近日本人正在吃到，就是说，因为全世界都知道这稀土，你在如何的前进。这10年来都是掌握在中国大陆，这个是非常厉害的。那当然了，稀土在格陵兰，你真的把格陵兰占领，你要搞稀土也要10年以后。格陵兰当然最重要，还有它在整个北极航道的重要性。这个对川普来讲，他其实很早就在讲这个。那他想的就是说我先收买你，没有我就可能要去占领。所以在里面挑拨离间，大家看到所有的卑劣手法。美国都会用到，他也不怕人家骂了，他反正现在已经搞成这样，即使联合国这样谴责他，你可能会没有投票权，或你怎么样，他也不怕。你知道联合国的古特雷斯秘书长有一次惹毛了川普，川普不给他签证，你根本连联合国你都进不去，因为联合国就在美国那个里面嘛，那么你都进不去，所以他就是不怕你，那种霸权已经到了匪夷所思了。那大家其实看到整个世界上的转变都因为川普，所以大家都很期待说，明天他们的大法官会议，对，大法官的决议会怎么样？如果这样的话，是一个很重大的一个挫折。你毕竟还是要服膺法治上才能够叫做民主嘛。何况这大法官6个保守的，3个比较自由派，
里面还有川普提名的都反对他，那这个讲起来，其实在全世界来讲都在引起关注。好，现在美国是忙着在掠夺石油，那么中国呢？现在跟日本的战争还在持续啊，已经从这个原本的对话而已，现在喊话而已，现在是连稀土真的是要给你来掐住了哈。所以呢，现在呢，日本就说呢，希望能够去跟中国大陆来进行交涉啦，但是呢，大陆的这个驻日大使馆就驳斥了，说呢，现在呢，就是因为你们的这个日本的外务事务次官船呢，就说呢，这中方加强军民两用的这个对日出口所提的交涉呢，此举是在维护这个，中国大陆他们的方面啊，他们是说呢，中国此举呢是在维护国家安全利益，还有履行这个防止你们这个防务的这个扩散行为。但是中国大陆的这个发言人说呢，说中方的目的呢是要防止日本再军事化和企图永和。而华尔街日报也说了，说中国停止输日的稀土许可呢，现在呢已经不仅仅是这个军事了，就连民间的你想要用稀土的话呢，我也不给你去进行了。那学者就表示啊，这个可能会导致呢其他的全球的供应链通通都受到影响，向下生产的扩散效应。而防长呢小泉进次郎也说了，说呢现在呢这偏离了国际惯例啊，强调非常的有必要去向中方来进行抗议，而且啊现在呢不足够的资讯，就是不知道你到底要进多少东西，所以他们不知所措的情绪呢，也正在逐渐的扩大。而这个时候，美国就是在忙着委内瑞拉啊，所以他可能没有空管你日本了。于是呢，这个其他的经济学家就说了，中国可能会认为，当前美国正在于关注他们自己的西半球事务，所以呢，也不会就日本的问题去向中国施压。于是中国呢，这个时候就加紧的力道来对日本进行了这些的策略。那么不只是稀土哦，就连日本酒的出口呢，大陆也故意给你这个通关延档啊，像是呢日本酒啊、加工食品啊，还有冷冻食品等等呢，过去都很能够顺利的就完成了货物的，其实现在呢，文件全部都被退出来了，还要你补件，就是要让你一直去一延再延，这个很明显的就是被盯上了嘛。而除此之外，军事方面呢也是不断的在进行啊，像是海警船啊，2025年现踪这个钓鱼岛的海域呢，357天创下新高。而中国是说，你不用大惊小怪啦哈。不仅如此啊，就连解放军军舰呢、海警船跟军舰呢，通通都在这个日本的海域不断的来创新高了，都已经是写下历来的最高纪录了，都一再的凸显出啊，北京当局呢是有意升高在东海以及周边的军事部署。而至于韩国呢，韩国这个时候是非常的聪明啊，它呢我们可以看到，它呢去这个与中国的机器人远征 A2 来去握手，还说呢这个机器人好聪明哦，他感觉受宠若惊了呢。这个是远征 A2 全尺寸的人形机器人哦。李在明呢向他发出了握手邀请，结果这个机器人马上回应，哇，这个他的反应灵敏啊，让他感到受宠若惊了。好，除了跟这个中国的机器人来进行互动之外呢，当然也要跟中国大陆来进行经贸的对话谈判呐。他就期盼能够加速韩陆 FTA 的谈判成果。那大陆商务部也说了，说呢将与韩方一起来共同落实两国领导人的重要共识，维护这个产业供应链的稳定畅通。好，除了跟中国之外要搞好关系啊，李在明也很厉害，他也要去跟这个北韩的金正恩来进行会面哦。他 PO 了一个企鹅照，期盼呢能够跟金正恩来进行会面。而不止如此啊，就连日本呢，他也有意要去访日，要跟高市早苗在他的互相会面。好，相较于日本啊，我们可以看到呢，韩国真的是非常的有弹性哦。请教赖教授，日本现在的整个总体国力大概不到中国的1/4啊。中国大陆的军力的一个发展，尤其是国防工业的发展，连美国赫格塞斯或是川普，他们都承认跟美国是不相上下啊。那当然，台湾还有一些很极端崇美的人，还是认为美国可以碾压中国大陆，这个我们不太理解啊，他们怎么会这样做判断？但是我们可以理解的是，这一些这么崇美的人，他竟然不去相信川普或者是美国国防部部长赫格塞斯的评估，也就是中国大陆的国防工业的能力
跟美国是不相上下。在这个情形下，日本的国防工业的跟军力跟中国大陆已经不是同一个量级了，不是同一个量级的日本，却主动的去挑衅大陆，这个是更令人匪夷所思的事。也就是高市早苗从11月7号开始，他就挑衅了中国大陆2个月了，他依然继续挑衅下去。第一个，他不收回他的这个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这是他第一个。第二个呢，他要修改核武的3不原则。第三个，他增加的国防预算。第四个，他要强化他的武器的输出，也就是说要卖更多的武器。好，那也就是说，高市早苗他的态度就是说，我就是右翼，而且我就是军国主义，而且我就是走到底，看你能奈我何。好，那对大陆来讲，当然连环拳就不断的出了嘛。第一个连环拳就是在2026年的1月6号，第一个文件，商务部的第1号文件，因为你高市早苗在军事上你要用硬的，中国大陆不但在军事上对你，在经济在其他的方面也开始了。第一个，您看到了商务部的第1号文件出来了，也就是对于你的军民两用物项，我再强调是军民两用，换言之也是所有可以用在军事上的民间的产品，那都要管制，也是都要经过审核。那所谓的军民两用，各位想想，我们的民用卡车7成绿色的就变成军用卡车了，那就是军民两用嘛。所以我们有很多的关键的零组件，或是例如说你的车子的发动机，或是这个马达，或是引擎，它可以用在民间上，也可以用在军事上，也可以用在坦克，它还是会用到这个稀土嘛。那所以你只要是任何军民两用的，那都要受管制。那你想这个范围可以有多大？所以很多人就开始去计算，包括生物科技，包括稀土，包括太空、航空、航太等等所有的领域1000多项。那也就是说，根据你日本的这个高市早苗，你的反制中国的力道，也就是说，你开始对中国大陆出反制了的出手了，他就再给你加码；你再反制了，他再给你加码，就不断的加，因为都是根据这第1号文件来的。第2号文件是什么呢？是半导体的化学材料，也就是我们讲的做晶圆的那个膜，那个很重要。那中国大陆已经有能力生产制造了，所以日本原来占全世界的生产总量80%，中国大陆的成熟的晶片，也就是说，不管是最先进的跟最成熟的晶片，大陆占全世界的份额大概40%快到50%。那也就是说，我们用的任何晶片，每10块、每10片里面就有4片是来自于中国大陆。那你想，他用这个材料用多大？当然用很大，过去都是日本人赚翻了。那现在中国大陆开始实施调查，反正起销说1年以后，你可能就卖不进去了。好，除了这个以外，大陆再继续进行经验。现在开始呢，对于所谓的有争议的油气田开始开采了，油田开始钻进去了。好，最近又听到了说日本的清酒，我不会日文，我不会讲什么 sake 日本的清酒。中国大陆是日本清酒出口的第1大市场，为什么？因为人口多嘛。那现在要通关就困难了。换言之，也就是说，一样产品来，这叫做连环拳。可是日本有多少筹码可以反制呢？连日本自己的理性的学者都说，根本没有筹码。没有筹码，为什么还要挑衅呢？我们就不太理解日本到底在想什么。已经从2025一直持续到2026了，中日的关系似乎是越来越僵。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中国不断对日本来施加军事压力，我们来请教舰长。其实那个日本完全是那个多此一举，因为根本不关他的事啊。解放军通过这个大隅海峡，完全是按照日本的领海法所为。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日本其实它有4个海峡，它限缩了自己的领海，也就是我们一般领海是12海里，但是我们例如说最北边的中古海峡，也就是
库页岛跟北海道之间的中国海峡，以及北海道跟本州之间的一个津轻海峡，然后还有我们讲到说日本跟南韩之间的对马海峡的东西段，还有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大隅海峡。其实这几个海峡通通都是限缩它的一个领海，也是只有3海里，不是一般的12海里。解放军穿越的次数当然多，为什么？因为这个就是我们看到最多的船，应该就是815电子侦察船，也就是美国或者是日本或者是其他国家，无论是在做今年即将要进行的这个环太平洋军演，或者是2年一次的去年曾经实施的马拉巴尔军演的时候，只要军演在菲律宾海，我们就会看到815电子侦察船穿越大隅海峡，所以日本不用在那边鬼哭神嚎，因为那是他自己限缩的。那他为什么限缩？其实跟他的领海基线画法有关。另外，也就是他要画成直线基线。对不起，那你的这个你明明是一个群岛国家，你画了直线基线，那其他国家的船怎么通过呢？那所以他就把它画成这个自我限缩，这个有关于国际海峡的部分啊。那另外一个这个也当然对的就是美国啦，让美国的舰艇可以也不用声张这个无害通过，就直接穿越了。那另外呢，我们讲到说现在日本的状况，他们一直在抱怨这个什么两用物项啊被出口管制，甚至稀土现在也几乎不审查了。不过这不用问原因，因为我们不知道去年11月7号的高市早苗的勇气是谁给的，那你不过就是求锤得锤而已。不知道是不是梁静茹给的。好，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回来。中日关系紧绷已经到稀土了，我们来请教董哥。同样在中国大陆旁边大家可以看到高市早苗跟李在明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大家看全世界对中国的态度也不一样。法国的马克龙才走，然后李在明就又进去了，然后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态度跟中国的人民表现是怎么样。我告诉你2个字，叫亲民呐。连中国的人都很喜欢他们。喜欢马克龙，喜欢李在明，连他的机器人都喜欢他。大家可以看到就这样。那其实最主要就是这些国家做了调整，中国大陆的领导人依然是习近平，从马英九时代到蔡英文时代都没变，都一直是他。那大家看到的情况就会发现说，那高市早苗这个就是自找的，他主动去挑衅，觉得自己很有能力嘛。他不晓得中国大陆去年电影卖得最好的就是南京照相馆，就是731为什么？因为中国大陆的很多人他都有亲人被日本人屠杀，那个新仇旧恨其实一直埋藏在心里，但是很多人愿意把它隐忍下来，没想到日本你又主动的去挑衅，那这个杀伤力是非常大。你看李在明多灵活啊，对不对？他现在又去跟日本，然后又要跟金正恩示好，这个。做一个国家领袖，尤其你不是非常强、超级强的，你是要很灵活的。我一个朋友他是专门在做韩国图片书的，最近中国大陆订单好。